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《失落的世界》。有很多小伙伴认为这款游戏是街机版的《空中魂斗罗》。那实际上这两款游戏呢，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小组制作的，但是呢，制作这两款游戏的时候，他们是在不同的公司。本作是1988年出品在街机平台的，那 FC 平台的《空中魂斗罗》呢是出品在1990年。这款游戏的操作，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反人类的。它呢，一共除了方向键有3个操作键，子弹键，还有一个是顺时针的旋转键，还有一个逆时针旋转。所以说，想要操作好，还是要费一点心思的。这里是商店啊，商店是本作的一大特色。咱们来看一下能买什么东西。先把移动呢提升一个等级，然后买一个副武器，买一个护甲，可以了，出来了。这个护甲可以抵挡几次伤害。那屏幕上捡的这个像眼泪一样的东西呢，就是钱，用它可以在商店里买各种东西。你看我的副武器已经换了。游戏当中有很多的隐藏的道具。钱的话还是需要积攒一下的，因为越到后面呢，副武器是越贵的。第一关的难度不高，是给玩家们上手的。刚才那个 Power 是加血的道具。好，第一关的 BOSS 菊花怪，这个大家看一下像不像？弱点就是它中间的部分。你向里边不断的射击就可以了，好像哪里不对啊，但是这就是消灭它的方式。它的攻击也比较单调，召唤垃圾，然后呢吐出火球。好，第一关过关了。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。整个通关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，所以说我应该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来到第2关了，上来就是一个商店，咱们进来吧，看一下。我这里呢买一个血量的上限，另外呢把咱们的主武器升级一下。好，然后换了一个副武器。我换这个副武器是有它的意义的，为了秒本关的 BOSS。本关 BOSS 是一只龙。那游戏的剧情呢，是人类突然被一些上古的巨龙袭击了，这样主人公一行接受了远古神的帮助啊，获得了这种飞行的能力，从而来拯救人类。我尽量少一点左转右转的，因为这个旋转键我用的不大好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这款游戏当年玩的是世嘉 MD 的版本，那个版本的画面是不如街机版的。绕这个东西非常麻烦，我感觉。这里很危险，我为什么飞得高呢？因为背板了。早期的游戏就是这样，你背板的话，游戏会简单很多。好 ，BOSS 战了，是一只巨龙。这只巨龙看起来已经开始腐烂了，应该是被诅咒了还是怎样？它的弱点呢，就是它的心脏部分。咱们先打它的胸膜，好，已经干掉了。那这个副武器的优点就是可以秒掉它。第3关，看起来地面被很多陨石袭击了。我这个钱现在不多，因为有一些隐藏的没有拿。
这种垃圾怪最讨厌的就是它挂了之后呢，它掉下来的东西也能砸到你，也是有攻击判定的。我看见人多就钻商店了，因为你从商店出来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全屏攻击效果的。好，买了一个激光的副武器，然后又买了一个最大血量。激光副武器至少要用2关。对，因为咱们钱比较少嘛，所以副武器就不要换的那么勤了。这个东西涨价是非常快的。到下一关呢，就需要5万左右了。钱币的大小和它的数值也是不一样的，大的1000，小的就100，还有500的。这里很危险。主要是我操作上不大熟练，尤其是这个方向的掌握。因为 FC 版的空中魂斗罗呢，方向的掌握主要是固定你2个僚机。那本作呢，这个方向你是和你的僚机一起转的，这个就有点别扭。但是大家想一下，88年的游戏做到这种程度，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了。也是因为当年的卡普空的新的基板，它的性能非常强劲。我刚才挨打了，被打了一下，我的护甲呢消耗了1次，这个大家记着点，这个护甲应该是能消耗3次的。那护甲消耗完了之后呢，就开始消耗血条。这个血条实际上是2个作用，一呢是你挨打的时候它会掉血。那这个血条还有一种应用方式，就是你快速的敲击攻击键。不是按着不松手按着不松手它就一直发射子弹了。快速的敲击，它会有一个全屏的攻击效果，但是呢是需要掉血的。本关的 BOSS 战看攻击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。他一会儿呢要在2侧伸出手来，这样咱们最好把一侧的手拆掉拆他肩膀的位置，然后呢就可以站一个死角了。好，把他的右手拆掉了把他的右手这样咱们站一个死角。你看，看起来呢，他的子弹是把我爆头了，实际上咱们的头部呢是没有被攻击判定的，这就属于偷机取巧了。你如果不站这个死角的话呢，那这个 BOSS 眼睛的攻击还是比较快的。好，干掉了。下一关我也是主要这套装备了，那副器就先不换了，因为咱们的钱呢攒的不太多。好，第4关，第4关看见了木乃伊的要素，狮身人面像。这个小怪非常讨厌，因为他射出的箭是非常多的，到后面。这是法老的头吗？小心一点，他发射激光的时候呢，不和他站到一条线上。我感觉 MD 的版本比街机版要容易一点，但是呢，这里为了画面上的考虑呢，我还是录制了街机版。街机版的画面要好一点。好，我开始使用这个全屏攻击了。你看我的血量，虽然我的护甲没有掉，但是我血量也在狂掉。因为一会儿呢，咱们可以补下血，补个血呢就几百块钱，所以说还是挺划算的。行了，钻商店了。然后这里要补一个血，然后买个血量上限，买一个好的护甲。这个副武器呢，我就先不买了，挺贵的。护甲现阶段咱们可以随便的浪，因为本关呢有隐藏的护甲可以拿，而且呢是红色的这个比较强力的护甲。另外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咱们的僚机这个副武器呢，它是可以抵挡伤害的，有敌人的子弹打到
打过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利用它来给大家挡一下。比如说我刚才站到那个坑里，那这个坑的入口就很小，副武器往那一站呢，基本上咱们就是一个无敌位了。这种花很讨厌，你接近它的话呢，它就突然长大了，导致屏幕一部分区域呢你就过不去。我们测试一下，好，冲过去，看这么大，我没碰它就变大了，这个不好啊，太冲动了，不抗刺激。上面的这些泥浆流沙，应该是流沙，它是没有攻击判定的。我挨打了，但没关系啊，前面你看又有护甲了。好，把这个护甲捡着。流沙的作用主要是限制咱们的移动。上面开始掉东西了，这落石砸到也是掉血的。落石里边有的时候会打出钱来，这个如果贪分的话，贪钱的话呢，高手就大量的打这些东西，极限走位各种，但我就算了。前方 BOSS 战，好，那趁现在这个空档呢，给大家打一下游戏的名字。这个游戏名字啊叫做《失落的世界》。大家如果在街机模拟器上呢，千万不要打空中魂斗罗，这样你是搜不出来的。你打最终任务你也搜不出来，打最终指令你也搜不出来。好，游戏的名字我再重复一下，《失落的世界》。好 ，BOSS 露出弱点了就去打他，没露出弱点的时候呢，咱们就打他这些飞船上的零件。好，露出弱点之后呢，咱们就去动这个感应门啊，这个门是感应式的，非常先进啊。同时也要小心一点哦，我挨打了，我这么小心还挨打了。好，把他干掉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呢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如果本期的播放情况比较好的话呢，我会考虑给大家更新下半期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